心情。上学不完背语系，废话嘴讲蹲隔壁。初出茅庐青涩不可欺，鸿鹄展翅苍茫秩序。无所谓命格错综布局，破天机天天赐的谜题。经过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峥嵘侠义。年华一笑便是灵犀，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平常心镌刻年轮。远方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昂青春，擦拭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一人，并且再杀一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，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节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，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我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，快点儿！快，来！雷无极，你疯了？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节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节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白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
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哎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四面八方。好，那个时候，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，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。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个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谢先生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白冷东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都给我时间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，不错。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
最后一人一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顾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韩姨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成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梦见他了？此刻若有他在的话，或许天启城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。毕竟是我们雪月城的女婿了，应该替我们去打洛清扬。我听说洛霞她走了。骆明轩突然对师父表达了那种情谊，他这个当师傅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跑了之。那骆明轩呢？也追着他一跑了之了。总会追到的。这师徒相恋在江湖中虽然也曾出现过，但毕竟还是很难被人接受的。爱情中总需要一方先勇敢一些，只要有一方愿意勇敢，那他们的感情总会走到一起的。他就是那个比我还要勇敢的人。你说的那个他，是指骆明轩，还是赵玉珍？可如果当时勇敢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了？韩姨啊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天启那边怎么样了？这次我们不能去助他们战洛清扬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我相信萧瑟，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清扬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
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界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落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见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100年前，花罗公主的佩剑落花剑，据说花罗公主生前最喜欢俊秀小郎君，故而单靠长相也能收获颇丰。萧瑟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棍法，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。这是什么剑法？这是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所创的列国剑法，只传萧氏皇族子弟，大开大合，霸道无比，非天赋绝佳者不能修炼。这列国剑法分为4境：绝生、破风、惊龙、碎天。大多数人穷其一生，也很难练到绝生境。100年来，在此剑法上成就最高的是琅琊王萧若风，练到了破风境。加上落花剑，这殿下一共取了9柄剑了。哼！你这是要把我天剑阁掏空吗？这9把剑只是个彩头，我真正要什么，国师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即便是琅琊王，当年也没有能打开这道门呐。若论剑术，我比王叔更强。
你先进去，这有我守着。多加小心，等我回来。父皇，很奇怪吧？你为何会在剑阁中见到蛊？这剑阁如此玄妙，想必我是入了什么奇门法阵了。哼哼哼，你倒是一如既往的淡然呢。看父皇的脸色如此康健，声音如此清朗，倒像是我心中的那个父皇。你很聪明，因为蛊只是你回忆里的那个父皇啊，是你曾经敬仰，到最后恨之极致的父皇啊。难怪啊，在我入阁之时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，看来我中的正是心魔幻阵，所以我的心魔竟然是父皇。旧案已平，往事已了，难道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依然放不下，为何那日你没有鼓足勇气，强行自己杀入法场，与朕彻底的决裂？我确实因为这个选择而自责。你恨蛊，当时恨，现在也恨，未来也还会继续的恨下去。旧案已平，只是琅琊王不会再回来了，你失去的那些东西也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杀了蛊，杀了蛊，就能了结你心中的愤恨。只有一死，才能换一死，这是你心中一直的想法，这也是你武功废尽，躺在暴雨泥潭之中心里的想法吧？啊？不是。怎么？你害怕了？我曾经确实这般憎恨过父皇，即便是现在你已经做出弥补，但我还是恨。我恨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妥协。我父皇和琅琊王叔当年的选择是为了天下安稳，我只是抱有遗憾。我遗憾我父皇当年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，战胜心魔，拯救兄弟。既然过去犹如覆水难收，如果我未来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我当不留遗憾。你要杀了蛊？我杀的不是父皇，而是我心中之魔。你的朋友们都为救你而死了，你又当如何？不留遗憾！不要！果然是心魔幻阵。可惜了，以惊龙破门，以剑斩心魔，可天斩剑还是拒绝了你。为何？
当你已剑斩心魔时，我本看到你的天下之志，隔心魔之后，却又困于情义之间。这样的人，如何应天？如何斩天？这是你的束缚。我的束缚。能握天斩之人，就不应有这样的束缚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斩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这儿的人，我愿意给你时间，再无渐进。他还能撑多久，你便还能握多久。呼啸万军雷霆，莫怕浪拆风景。不见天涯不归心，且不为输赢，也不问明天谁问今。没有谁能第二次进入这里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可惜了，对帝王而言，有些珍贵是无关紧要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说了这么重的声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？咱们先能不能回答对方的问题？你在里面没有受伤吧？你看，果然是个不错的吉祥物。从这里出来，我就放心了。千罗姑娘不容易啊，凭着一杆枪，整整为你坚持了3个时辰。3个时辰？可我感觉在里面才过去了半炷香。其中玄妙我也未知。只是殿下，这道门一旦关上，就再也打不开了。你此次举荐未成，与洛清扬一战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！此剑注定不归我。他所认为的束缚，却是陪伴我一路走到今日的事物。这与我的道相差甚远。此剑不要也罢。况且我并不认为靠着这样的道能打败洛清扬。既然打不过，殿下也可以退。退？我能退，天启不能退。我曾退过一次，后悔至今。所以这次我绝不退。不仅不退，还要比我那些朋友们先行一步。哎，师傅，雷无杰不是说今日要来问剑吗？怎么到了现在他还没来？他是在修养剑心，沉浸的时间越长，最后出的那一剑也就越强。所以现在对他来说，连一刻喘息的时间都极为珍贵。哼，拖延并没有用，3日之期一到，义父也会主动去找萧楚河。更何况，萧楚河也从来不是一个会选择退的人。有人来了。
天启、萧瑟前来问剑。列国剑法，萧瑟带着9把剑来，竟是为了用列国剑。萧瑟选的剑都是1等1的好剑，只不过这9柄，谢先生觉得还够用吗？那得看这个列国剑到了哪一层境界。来的居然是你，你的那位拿新剑的朋友呢？新剑一瞬，应该留给最纯粹的比试，他无需来。我与你一战。列国剑法破风镜，没想到此生还可以再次见到萧氏皇族占得天下之剑，荣幸之至。去往之何处？空将一剑血。再来！列国剑法确实不错，但只是破风还是不够。那就让你再看看这条金龙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萧瑟他也会无双城的飞剑术？不，这不是飞剑术，那6把剑只是为他的剑势所臣服。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是金龙镜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好一条金龙！金龙诀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已出金龙，也想见见先生的国殇。如君所愿。就是这一剑，无双就输在这一剑上。天时对息，威灵怒，炎杀尽息，气元也。对，你个老匹夫啊！在家躲了10几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，自以为练成什么绝世神功就跑来天启城找茬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问见天启，天启答应了吗？你砸天启城的牌匾，我们萧家人同意了吗？这不是雷无节的骂剑诀吗？唱什么悲歌？就你凄凉，就你苦闷，就你难受，天底下的人谁好过了？我呸！你个老匹夫，赶紧给我滚！谁都知道你是来找谁的，你那个师妹不也就够了？哼，这凄凉之意居然就被破了。你还不让我骂？我就骂你，我就骂你个没种的胆小鬼！喜欢一个人和他是不是天下第一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说够了！他把义父惹怒了，可这一剑，并不是凄凉，而是愤怒。我赢了吧？你很好，这么多日来，你还是第一个逼我用出这一剑的人。
是李魂，他终于踏出了那座城。什么是李魂？凄凉剑最强的一剑，能出李魂，说明洛清扬已经入了神游玄境。剑心一瞬。小子，你这家伙怎么不等我自己偷偷跑来了？是想抢我大好的扬名机会吗？养剑3日，剑心一瞬，这一剑很强。但是你还有第2剑吗？天启4守护之东方卫，青龙雷无极，不退！天启4守护之西方卫，白虎击旋，不退！天启4守护之北方卫，唐泽，不退！天启4守护之南方卫，朱雀，司空天洛，不退！既然你们都不退，那就去死吧！轻轻蝴蝶涟漪，春风跨雨小天气。众却不闻梅雨细，飞花翠江断戈壁。初出茅庐青涩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志趣。无所谓是个错综布局，有天机且青丝的谜底。起落困境里蜕炼出豪汉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。画一笑便是灵犀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突浪入城，人间心镌刻年轮。月光未曾遇伤痕，想当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我岁月多人。天涯凌云中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吾乃绝世剑仙洛清扬，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是师兄来了。我不服！寒色静悄悄，转身江湖路迢迢。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命运狂滔滔，拨开岁月雾绕绕。过往空闹闹，是等待沿途零九霄。下水渺渺，心声随境缘轻渺渺。我想养才好，生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
歌唱笑，芳华奔劫啊！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下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大沙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奔